再见爱人5第9期 rapper 夫妻夜谈，其窒息程度直逼上一季的麦琳和李行亮。我希望你暖和，我希望你健康，我希望你吃饱，我希望你按时睡觉，我希望你晚上不要吃宵夜，这都是我觉得我对你的希望，你都不喜欢，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希望你自己去找到你能够让你自己开心的。梁松在现场被驳斥的口不择言，不是他真没道理，而是临场中他讲不出他心中的委屈，表达不出他的情绪。虽然道理是在梁松这边，但是两性关系不是全靠讲理，现实就是何美妍已经觉得委屈了。他是希望我不要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我觉得我是有付出，我有真正的在这个里面投入我的时间精力，在他嘴里我就是什么都没做。我觉得我何止是没被看见，我简直就像个透明人一样。梁松也觉得委屈。我只想要家庭和睦和谐，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去努力。老妈每天去照顾宝宝，去做好那些家务，去给你们做好饭吃。老妈的努力，我给家里面去赚钱，我努力把我自己的身体锻炼好，有一个精气神儿，让家里的经济有没有保证，这是我的努力。你的努力在哪里？你的努力在我不够爱你，那我怎么办呢？你努力在什么呢？看到没？我只要努力多就指导我就行。双方都觉得自己没错。何美妍这边，第一，她没有意识到两个人明面上的争吵，它代表背后付出的意识、爱意的程度上是有认知错位。如果数字可以量化的话，那应该是何美妍认为梁松这个行为可能只是一个30分的付出。我之所以会跟他要，肯定是因为我没有感受到。而梁松认为这些行为是一个70分的付出，双方对付出程度产生了偏差。在我看来，我其实这种东西我做得很好，其实你说只是说达不到你的可能这个频率和频次的，对。第二，何美妍争辩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对梁松爱的不确信。这种不确信既有梁松表达的不够多的原因，也有何美妍看不到梁松很多付出的原因。就是刚刚说的，何美妍可能认为这一部分是梁松的义务，是梁松应该做的。比如梁松去帮何美妍冲厕所，婚姻体检出来之后，梁松主动幽默逗笑何美妍，背何美妍在草坪中奔跑。其实这种行为在节目中一举就是一大堆呀，只是何美妍对这些已经得到的付出习以为常了，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其实梁松在这方面做的已经比社会中男性的平均水平要高了，无论是在情绪价值上、金钱给予上、陪伴时间上，都给的挺足的。但这里也必须说一句，这方面双方是相互的。何美妍在给情绪价值、给陪伴时间上，也是给出了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他们双方在这方面的给予上，其实都是很够的，只是这些很够的行为，双方都认为得到的就不在意，得不到的才永远在骚动。这种对梁松爱的不确信，是何美妍孤身远嫁到武汉，因为成为家庭主妇几乎没有收入，童年成长带来的悲观心理、不安全感的综合影响下的一种不确信，可能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需要梁松给到更多的爱，才有可能缓解何美妍的这种不确信。有这种对爱的不确信，何美妍才需要不断的通过梁松牺牲自己的付出行为，梁松的不自私，来获得梁松是爱我的证明。个人猜测，这也是为什么何美妍为什么在吵架中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可能因为她潜意识里有一个观念，正确的一方才会被爱，才不会被抛弃，才能一直存在，错误的一方是会被嫌弃的。何美妍需要看到梁松已经付出的那些行为、那些爱，而不是纠结于他还没有给到的这些更多的部分，放低一点要求，多看到自己已经得到。梁松也要理解到，何美妍的每次争吵，不管表面何美妍在说什么，她真实的内心想法其实就是一句话：你还爱我吗？能更爱我，让我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安全感。读懂了这个心声之后，梁松就应该明白，这是何美妍对自己的依赖。正因为依赖，他要求确认这个爱。梁松应该做的是忽略这些表面的争吵，忽略那些鸡毛蒜皮的表象，更多的去表达爱他、尊重。从透露的平时争吵中梁松说过的话来看，至少在尊重他这点，梁松是没有给够的。尊重没给够，很有可能也是何美妍安全感不足的来源之一。除了两个人的观念需要变化之外，他们俩其实最重要、最需要也是最迫切的是做坦诚真挚的谈话，表达出双方各自内心的想法、焦虑、思考，倾听对方的想法，并且这个交流中他们需要更多的直接表达情绪的交流，而不是借事情来表达情绪。其实真看双方互动的全过程，双方都有很多自以为有效的情绪试探，但就是不直接说。比如我们看，你的头巾给我，你用这个啊，你用我的帽子挡一下，不然我没有东西挡。第二次借头巾，首先梁松直接表达拒绝，表达对上一次借头巾被指责的生气，但他就不直说我感到不开心了，我生气了，因为你指责我，我觉得我犹豫了这几下，没错。脾气和来开啊，特别好，很棒啊，漂亮，很稳。你看接下来为什么梁松要说这种夸奖的话呢？担心拒绝的太生硬，用这个夸奖的话缓和刚刚拒绝的气氛，让何美妍感受到没有那么尖锐。你看这里，不要说话了吗？夸你也不行。
你都不给我打灰的。何美妍用委屈的话试探梁松是不是爱我，再次试探要求梁松把头巾给我，但他就是不直说，我委屈了，我生气了，你这个行为，我觉得你不爱我。你拿手套我可以给你。你看这里，梁松很明显的发现了何美妍生气了，又想她消气，于是说，你看你要手套吗？我可以给你，小心翼翼的去缓解一个他认为自己做的没错的行为带来的情绪，但就是不直说。葡萄，倒水。尝一下。说牙远。哇，这个葡萄好好吃，小豆你尝。在车上，梁松又通过送葡萄来讨好何美妍，希望何美妍消气。这些行为，双方的互动就是不直接来说自己的情绪，交流自己为什么产生的这个情绪，太累了，看着都心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情绪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自己当下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绪？对于什么事情会有情绪？就是不说，把心理情绪上的思考在对象面前、伴侣面前坦白，他不羞耻，聊清楚互相情绪是怎样的，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才知道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其实每次他们的吵架都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只有情绪问题。具体事情的问题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做情绪坦诚的交流，不仅仅停留在一些玩乐打闹的交流上，不仅仅停留在客观事实争论对错上，他们很快的就能发现双方争议的问题的核心其实是梁松认为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你没有看到，没有对我的付出给予足够的肯定。何美妍认为你爱我吗？你应该付出更多来爱我，让我感受到安全感。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野生 AI 产品，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爱琢磨、爱思考的产品经理。